一場關於四困、時間貧困、空間貧困、物質貧困、情緒貧困的全面反撲。為什麼要工作呀？就沒什麼意義，就是餓不死，但是也活不得太好。我們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奇特的轉折點。以前貓是用來抓老鼠的，後來貓是用來觀賞的，現在的貓是用來救命的。為什麼現在亞洲年輕人養貓的越来越多，但養狗的人數卻在下降？因為大部分年輕人都是四困青年。什麼是四困青年？在歷史进化史上，狗一直是占有和守衛，它代表了一種契約。但当我們進入到21世紀，在鋼筋混凝土的城市裡，這種契約正在瓦解。歡迎來到 ThinkBiz， 我是惡童。根據最新的行業報告，中國城鎮的貓咪數量已經反超犬類。在日本，養貓的上升率和獨生人口增長完全重合。在韓国，猫咪正在成為对抗社会焦慮的一种解药。这背后不是年轻人变懒了，也不是因为猫咪更加可愛、更加萌。在東亞的高密度社會，大部分年輕人都在陷入一個局面，一場關於四困、時間貧困、空間貧困、物質貧困、情緒貧困的全面反撲。當這四種困境疊加在一起的時候，寵物選擇不是情感決定的，它是理性計算的結果。養貓不只是養寵物，是一種在高壓社會下低成本生活策略。今天我們用社會學大師齊格蒙特·鮑曼的視角來拆解這場貓派崛起的時代變革。鮑曼在《流動現代性》的書中指出，我們正處在一個從沉重固定固體向輕盈多變液體轉化的時代。固體時代，意思是大家都會建立長期的、穩定的、不會撤銷的連接，幹一輩子的工作，白頭偕老的婚姻和要你負責10幾年的生命。狗。養狗本質上是一種重型契約，狗的平均壽命是12年到15年。這15年裡，它要求你必須有穩定住的地方，每天要有雷打不動的運動時間，要有它拆家的心理準備。但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液體當中，工作是流動的，住房是流動的，連人際關係也是流動的。對於隨時可能被裁員、隨時可能搬家、隨時可能逃離城市的年輕人來說，狗這種沉重固體變成了一種責任負擔。相比之下，貓咪完美適配了鮑曼講的現代流動性。貓很輕盈，可以被裝進一個航空箱，直接被你拎到下一個出租房。它可以忍受你加班和失蹤，不需要你宣誓無論貧窮富有，每天早晚7點必須陪它在草地奔跑。年輕人不是不愛狗，是不敢承諾。在不確定的未來前面，貓這種低契約物種成了流動人生裡唯一的情感錨點。我們來到第一個困局，是極度的空間貧困。養狗需要的是水平空間，但貓是垂直物體。在動不動幾萬一平的房價前，年輕人的居住空間被壓縮到了極限。狗作為平原動物，它需要奔跑的廣度，需要開闊的領地。在30幾平米的房間養一隻大狗，不僅是對它折磨，也是對你生活空間的侵略。在這樣的物理環境下，養狗意味着要持續交納空間稅。但貓是三維的、垂直的，它的世界觀不是面積，是高度。一個書架、一個衣櫃，甚至在牆上的貓爬架都構成了貓的領地。在空間貧困現實下，年輕人和貓一起在狹小的出租房裡構建了一個垂直森林。幾平米陽台就是領地，窗台就是世界。它不需要公共草坪，也不需要社交活動場景。所以當城市密度在壓縮年輕人的生活空間時，他們一定會選擇向內收縮。貓的宅和高密度城市形成了完美契合，這不是群系選擇，是結構導向。而且在人口密度極高的隔斷房裡，安靜是一種奢侈品。狗的叫聲會打破鄰里之間的脆弱防線，貓的安靜是年輕人的一種社交防禦策略，既守護了自己的隱私，也避免了噪音和衝突所產生的額外成本。接下來，東亞職場製造了廣泛的時間貧困，而是一種隱形的精神上的折磨。996它其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，就是說晚上9點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這個樣子。養狗需要交納高昂的時間稅，時間在現代城市裡是最稀缺的資源。加班文化、競爭壓力、職業的不確定性，讓年輕人處在高強度的運轉當中。但狗需要的是陪伴和互動，是高反饋關係。你回家它會興奮，你離開它就會焦慮。這種強互動情感會製造責任感，也會製造壓力。如果你沒辦法每天提供2個小時的高質量陪伴，狗就會出現離別焦慮、拆家，甚至抑鬱。對於一個早上8點出門，晚上10點回家，周末還要隨時待命的打工人，養狗不是放鬆，是第2份工作。所以早晚遛狗不是浪漫生活，它是一種對時間、對空間的剛性承諾。這背後隱藏的是穩定作息、可控的工作強度和擁有的公共空間。但貓不同，
貓允許你沉默，允許你獨處，允許你偶爾的忽視它。更重要的是，貓的照顧更容易被科技替代，自動餵食機、自動貓砂盆、遠程監控，讓養貓可以通過設備就能完成。資本也是看上了這一點，貓經濟比狗經濟更容易標準化，更容易自動化，更容易在線上形成閉環。資本比你想的更懂你的孤獨，所以從貓糧到冻乾，從貓砂到智能設備，再到云吸猫内容经濟，貓成了一种高度工業化的陪伴形式。对於时间貧困的年輕人來說，貓提供了一種可調節的時間情感關係，你可以在需要時候靠近，也可以在累的時候撤退，這種靈活性是當下年輕人需要的安全感。接下來關於情緒貧困，就這樣，然後滑到差不多感覺12點半，睡覺。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在經歷社交力耗盡，就是不要再跟我說話。東亞社會是一個典型的熟人社會向原子化社會過渡階段。我們在職場耗盡了所有社交籌碼，對領導微笑，對客戶忍讓，對同事防備，對家人回避，然後我們回到了幾十平米的出租屋，最需要的是一種無壓力陪伴。狗提供的是熱烈依靠，是強互動，這種互動在低壓社會可能是溫暖的，但在高壓環境裡就會變成額外的負擔。年輕人回到家，如果繼續面對一種高度依靠的情緒需求，心理負擔就會被進一步放大。這時候，貓提供了另一種關係模板，邊界感清晰的陪伴。它允許你獨立，不討好也不依賴，就算你哭的時候，它也只會冷冷地看你一眼。所以，養狗更像養孩子，需要持續反饋和投入；養貓呢，更像和室友共處，只要你相互尊重，就能和平共處。這種關係的轉變，反映了年輕人在高壓社會下對邊界感的極度需求。當社會關係不斷入侵個人空間，人就會本能的去找更低存在感的一段入侵關係。貓正好滿足了這種心理需求。年輕人在貓的身上投射的是一種理想性人格，獨立、自主，不被控制，不被定義。這種不被期待、不被綁架的關係，才是情緒貧困的年輕人最渴望的自由。好，到了物質貧困。其實物質貧困並不是年輕人少得可憐的存款，而是對未來剛性支出的恐慌。然後基本上大家試用期都是2、3千這個樣子，然後後面轉正了也就4、5千，4、5千我就覺得生活沒有什麼盼頭。東亞社會正在經歷深刻的人口和家庭結構轉型，不婚、少子化、原子化趨勢明顯，育兒、婚姻成本在經濟和心理上都大幅上升，房價、教育、醫療、時間投入讓傳統家庭結構變得高風險高投入，買房變得遙不可及，教育內卷讓人窒息，年輕人開始主動放棄了人類繁衍這條傳統路徑。但人天生有照料他人的本能，有母性父性的情感溢出。貓在這個背景下成了一種情感代償機制，成了低成本親密關係的代表。它承擔了撫養欲和陪伴需求，但又沒有複雜的固化契約。這是在高風險社會裡一種替代方案，但並不意味着年輕人要拒絕家庭，而是他們在風險評估裡選了更可控的情感路徑。貓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社會鎮靜劑，在物質壓力和精神焦慮當中，它搭了緩衝空間。心理上照顧貓的過程和照顧嬰兒有點類似，它通過分泌多巴胺、催產素，給你一種被需要的幻覺，貓就成了你孩子的平替。貓經濟的繁榮是亞洲工業社會的一面鏡子，鏡子裡寫滿了不敢承諾的未來、無法擴大的空間和被榨乾的時間，和渴望連接但又怕受傷的心理。貓剩狗態象徵着社會關係模式的轉向，從外向公共生活到內向私人生活。從強綁定到低入侵，從長期承諾到可調節陪伴，這不是道德判斷，這是生存策略。當院子消失，當時間碎片化，當情緒被消耗，當物質充滿了不確定性，人肯定會自然選擇成本更低、風險可控的關係形態。貓的流行是個體對現實的一次降級補償。無法擁有寬敞的空間，那就擁有一塊陽台。無法承擔社會契約，那就保留一段簡單的陪伴。所以問題不是貓更可愛還是狗更忠誠，是社會結構把年輕人推向了什麼樣的地步。當我們看到陽台上一只貓安靜地看着夕陽，不僅是一種溫柔的畫面，它更是一種現實的隱喻，是在高壓環境下保留自我的一種嘗試，是孤獨壓力當中維持平衡的一種努力。貓經濟的崛起是一場沒有口號的無聲變革，它不反抗，不吶喊，只是在日常選擇當中慢慢重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最後，我们可以反問一句：當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養貓，我們有變得更加自由嗎？你養的是貓，還是那個希望在世界裡保持獨立的自己？
如果覺得這期視頻讓你想養寵物了，別忘了點讚訂閱。這裡是 Think Biz，帶你看透商業背後的真相。我們下期見。